连续6年供完女友考完研究生后，女友又说要考编，让我为结婚的事儿早做准备。我在网上挑选楼盘户型的时候，偶然看到一篇帖子，我正在考编，笔试面试都合格，估计能进某央单位。男友父母都是企业单位管理，年收入50W 左右。男友自己经营一家公司，年收入50W 左右。男友全家年入100万。最近他向我提出结婚，我开出包括彩礼、房产等500W 左右的要求，他也同意了。我觉得他配不上我，又舍不得这500W，该怎么办？要不先把这500W 拿到手，然后再甩了他怎么样？现在困扰我的问题是怎么把这500W 变成自己的，不会因分手而退回。在线自助，急等。我扫了一眼帖子的评论区，不少骂他白眼狼的。他理直气壮地回应质疑：我在努力，他在干嘛？再看发帖昵称，我冷汗直冒，竟然和我女友一模一样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高2那年，有天我去买学习资料，路过滨江路，看到有几个人站在岸边喊救命，救命啊！有人落水了，谁会游泳？快救人啊！我从小学游泳，水性还不错，听到有人落水，第一个念头就是救人，让一让，我会游泳。来不及多想，我大喊着冲过去，人们很自觉地向两侧移动，让出一块地方，跑到河边，看到湍急的水流里有个人上下浮沉，已经快被冲到江心了，情况危急，再耽搁下去，落水的人随时都有可能被卷入江底。我顾不上脱衣服，一个猛子扎下去，拼命向目标游去。尽管中途也遇到了几次危险，好在最终还是有惊无险地把人救回来了。上岸后，我累成了一滩泥，坐在地上直喘粗气。有懂急救的人也开始抢救那个已经陷入昏迷的落水者。好小伙子，真棒！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，小伙子将来会有福报的。岸边的围观者越来越多，大家都竖起大拇指称赞我。救护车来了，我才注意到原来落水的是一个女孩，16、17岁，正是年轻力壮的年纪。我很快恢复了体力，婉拒了急救人员带我去医院检查的建议，自己一个人回家了。但行好事，莫问前程，试了拂衣去，深藏功与名。我觉得自己就像小说里的大侠一样，还挺自豪的。救人的事，我跟谁都没有说，可没想到当天晚上电视台就来我家采访了。因为江边的围观者中有人认出了我，我出名了，表扬、表彰，还被授予了见义勇为好少年的称号，号召社会各界向我学习。一时间我风头无两，学校宣传栏上长期挂着我的照片。落水的女孩叫冯丽，和我同岁，也是高2的学生。不过因为家庭贫困，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，她会在课余时间做兼职捡废品。那天她就是去江边捡游客遗弃的饮料瓶，不小心失足落水的。陈楠，你是我的救命恩人，等我将来有能力了，一定好好报答你。在记者的陪同下，冯丽来向我道谢，一见面就跪下了。我一个大小伙子哪见过这场面，连忙去扶他，可他就是不起来。拉扯之间，我也不小心跪下了。这俩小孩像拜堂成亲似的，邻居奶奶忍不住打趣道，引来一阵善意的笑声。我俩就此相识，互加了联系方式。因为这件事上了新闻，冯丽的情况也引起了教育部门的关注。他所在的学校免除他高中时期的所有费用，也算是意外之喜了。
新闻有时效性，就像是馒头刚出锅时摸着烫手，放一会就会凉了。一段时间后，不管是我见义勇为跳江救人，还是冯丽失足落水的事，也逐渐被人们淡忘了。唯一记得的，恐怕也只有我们两个了。我和冯丽偶尔会用微信聊天，通过那些只言片语，我了解到冯丽的学习成绩并不是特别理想，可能跟她以前需要挣钱读书，没办法把精力投入到学习当中有关系。我偶尔会帮她辅导一些重点方向，并且把自己的一些复习资料送给她。俗话说日久生情，我和冯丽就是这样，一天天地拉近了距离。高考过后，我被一所重点大学录取，于是给冯丽发消息分享我的喜悦，她很为我开心。同时我也得知她暑假就在一家餐厅打工，领到第1个月的薪水后，冯丽约我出来，说要请我吃饭，一家很普通的火锅店。可我知道在这里吃一顿饭可能需要花掉冯丽好几天的工资。冯丽让我点菜时，我避开了那些价格高的，只点了一些青菜粉条、豆腐之类的。冯丽明白我在替她省钱，抢过菜单，硬是加了2份涮肉和几瓶啤酒。陈楠，你救了我的命，一直没有机会感谢你，这顿饭你别嫌弃。冯丽端起酒杯，郑重其事地对我说道：“你怎么又来了？当初不是谢过了吗？再说，换作是谁碰到这种事都不会袖手旁观的。以后咱们不要再提这件事了，不然我会有心理负担的。”我假装生气地跟冯丽碰了一下杯，内心却很欣赏她知恩图报的性格。都是高中刚毕业，除了学习外也没什么共同话题可聊。冯丽的高考分数勉强上了2本线，这个成绩其实已经很不错了，毕竟她之前的基础实在太差。几杯酒下肚后，冯丽面色泛红地告诉我，她不打算上大学了，准备过了暑假就去南方打工，说那里的电子厂流水线1个月能挣5000。对于学生来说，这些钱不少了，可是这钱能赚多久？在封闭的车间里，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，看不到未来，看不到希望。我不是看不起打工人，只是觉得寒窗苦读12年，就这么放弃，有点太可惜了。毕竟冯丽的成绩已经过了录取线，就应该去上大学，哪怕是2本，将来也有无限可能。你应该去上学，知识改变命运，寒门贵子唯一的机会就是读书。我引用历史老师的话劝说冯丽，我也想上大学，可我上不起啊，光是高中我就已经够费力了，大学……冯丽一下子激动起来，红着眼眶对我说道：“年幼的妹妹生病的妈，好赌的爸爸，破碎的家，归结起来就一个字：钱。”冯丽的家庭根本没有能力供她读大学，连生存都是问题，何来追求梦想的权利？看着冯丽低头垂泪、楚楚可怜的模样，我心中升起一团火。可能是我救过她的缘故，我觉得她的命运是和我联系在一起的。学费的事你不用担心，我来解决。我仰脖灌下一杯啤酒，豪情万丈地说道：“陈楠，等我毕业后，你娶我吧。”分别的时候，冯丽突然对我说道：“好。”我几乎没有迟疑，就点头了，海口夸出去了，兑现是个问题。我上学还得靠爸妈出钱呢，我总不能让他们再多出一笔学费给冯丽吧。回到家里纠结了一整晚后，我做出了决定。从小到大，逢年过节，我收到的所有压岁钱都在妈妈那里。她说等我长大了就让我自己支配。现在我长大了，我决定动用这笔压岁钱供冯丽上大学。当然，我不可能跟妈妈说实话，
只能编造各种理由，反正使出浑身解数，软磨硬泡了半个月后，妈妈终于把存压岁钱的银行卡给我了，6W 足够支付冯丽4年的学费。至于生活费，大学期间做兼职，我也可以帮忙分担一点，应该不是问题。去银行查完余额后，我第一时间联系了冯丽，我告诉她可以去上大学了。冯丽也很开心，热泪盈眶，感激涕零那种。加油，未来会更好。我也不知道怎么想的，忽然就一冲动，张开双臂抱住了冯丽。那一刻，18岁的我多了一份责任感。我真的把冯丽当成了我的女友，永远在一起的那种。我把卡交给了冯丽，她也放弃了打工的念头，填报志愿，并且顺利地收到了录取通知。遗憾的是，她就读的大学在另一个省，和我相隔上千公里，见面是不现实的，我们只能通过手机联系，寄托相思。我爸妈都是企业管理层，年收入差不多50W 左右，家庭条件尚可，算得上小康，因此在物质方面对我比较优待。拿我们学校来说，生活费平均标准在1500左右，有人高一点，也有人低一点，视家庭条件而定。尽管压岁钱已经被我要走了，但妈妈还是很大方地给我每个月3000的生活费。这笔钱我分成2半，给冯丽1500，我自己留1500，这样我们2个人在大学期间至少不用为吃饭发愁了。作为男朋友，有义务也有责任照顾好自己的女人，我就是这么认为的。可最先遇到难处的却是我，1500的生活费让我有些捉襟见肘。我爱好兴趣广泛，运动、电竞，还喜欢收藏一些手办。大学第1个月刚过去一半，我打完篮球连瓶水都买不起了，怎么办？只能厚着脸皮给妈妈打电话，求她支援我一点。被唠叨了一通后，妈妈还是给我转了2000。我心里清楚，这种事只能做一次，总不能每个月都找妈妈哭穷吧？那还不如直接跟她商量，把我的生活费提到5000呢。因为冯丽，我学会了节俭，矿泉水能买1块的，绝不买2块的。游泳馆的月卡可以找学长借，能省下200块的办卡钱。去食堂吃饭以吃饱为主，偶尔吃好，最大程度上降低去网吧的次数。反正我的电脑配置够用，在宿舍玩也是一样的。这么一系列措施下来，第2个月我果然没有再跟妈妈张口，甚至还略有结余。其实哪有什么不容易，只是没被逼到那份上而已。冯丽就读的大学每年的学费和住宿费加起来差不多15W，我给她的钱正好够4年用的。大学期间，每个月我都会雷打不动给冯丽打生活费，她也很争气，还拿了2次奖学金。另外也会做兼职赚一些钱。我们只有假期才有机会见面，就是在一起说说话，拉拉手，最多就是互相拥抱，没有任何越界的行为。就是这种近乎柏拉图式的恋情，却让我们彼此在精神上都很满足。我甚至经常会感慨，我和冯丽就是天赐的缘分，我们就是命中注定。其实我平时去买学习资料都是坐地铁的，偏偏那天就想走路，还偏偏就选择了滨江路，所以才会遇到落水的冯丽，才会收获这份爱情。大3开学前，冯丽告诉了我一个不好的消息，她没有钱交学费了，理由是那张卡里剩下的钱被骗走了，电诈。当时我是很生气的，一个大3学生怎么可能上那么幼稚的当？可冯丽哭哭啼啼解释，她是听了同学的蛊惑，
想赚点钱减轻我的压力。所有埋怨指责的话，我一句也说不出口了。我满脑子想的都是冯丽已经很难受了，怎么还能再去责怪她？没关系，破财免灾嘛，没了就没了，钱的事你不用担心。我搂着冯丽，轻轻拍打她的后背，安慰她：陈楠，你对我真好。冯丽把头埋在我胸口说道：学费是1年1交，我和冯丽身上所有的钱加起来只有3000块，还差得远。这种事我肯定不能跟家里张口的，只能自己想办法。那几天我都快愁死了，连买彩票这种事都做过，花了50支，中了5块后，我才幡然醒悟。最后实在被逼无奈，只能向寝室里一个关系不错的室友开口，他家条件优渥，很痛快就把钱借给了我。终于赶在开学之前把冯丽的学费凑齐了。冯丽的生活费不能少，我只能从自己身上节省。可身上背着一笔债，光靠省钱是不行的。我开始研究赚钱的路子，周末兼职家教，快递分拣日结，街头发传单，每天熬夜打游戏搬砖。游泳馆、篮球场我基本上不去了，吃饭也以便宜为主，搞得同学们都以为我家发生了什么变故。日常生活中没少帮助我。大3一整年，我可以说是没日没夜的辛苦，深刻领悟到了什么叫钱难赚使难吃。好在结果不错，不仅还清了从室友那借的钱，还给冯丽攒够了大4的学费。就在我觉得终于可以放松度过大学最后1年的时候，冯丽提出了关于毕业礼物的问题。原因很俗套，就是女同学之间的虚荣攀比。冯丽说她某个同学有个某品牌的包包，经常在她面前炫耀，而且过去3年这个女同学因为冯丽的条件不好而欺负她。我的女友我自然要宠，怎么能任由别人欺负？一个包而已，买一个就是了。我承诺等冯丽毕业的时候，一定送她一份满意的毕业礼物。起初我没当回事，主要还是我不太关注女孩子在消费方面的标准，认为一个包也不会贵到哪里去，1个月的生活费足够。有天妈妈带我去购物广场买衣服，路过奢侈品区，我看到冯丽跟我说过的那个品牌专店，就顺便进去看了眼。结果一问价格，差点没把我眼珠子惊下来。最便宜的一款女士包也要2W，而且还没有折扣。一个包比1年的学费还贵。我第一次对奢侈品这3个字有了直观的概念。你是不是谈恋爱了？从店里出来后，妈妈冷不丁问道：啊，你怎么知道？我下意识问道。和冯丽交往的事，家里人并不知道。我见你刚才看了好几款女包，该不会想买来送给女朋友吧？妈妈没有回答，但一句话直击要害。你觉得一个几万块钱的包适合学生吗？还是你觉得心意需要用价格来表达？妈妈见我不说话，又问道：只是随便看看而已。这问题太深刻，我只能硬着头皮解释，如果你需要，我可以帮你买单。不过我觉得一个经济能力和喜好不对称的女孩并不适合你。妈妈笑了笑，说的话意有所指。没有，最近经常听到学校的女生提起这个牌子，今天碰到了就去看一眼，没想到这么贵。我心里一紧，赶紧撒了个谎，妈妈还不知道我和冯丽的关系。我不希望她先入为主，觉得冯丽是个崇尚物质的女孩。现在的孩子啊，真是一点也不知道体谅父母的辛苦。巴拉巴拉，妈妈有感而言，又说教了我一通。我忽然有些纠结，真的要给冯丽买这么贵的包吗？接下来的几天，这件事成了我心里的一个疙瘩。妈妈的话不是没有道理，
不谈冯丽的经济条件，她学生的身份真的适合用这种奢侈品吗？可我已经答应送她毕业礼物了，如果食言，她会不会生气？3年的感情，冯丽在我心里的重量非比寻常。这天在家里闲得无聊，打开电视，正好在播放一部无脑偶像剧。女主闺蜜的一句话触动了我：一个肯为你花钱的男人不一定爱你，可一个连钱都舍不得为你花的男人一定不爱你。我决定了，这个包一定要买。我不想让冯丽认为我是一个不爱她的男人。女孩子嘛，偶尔奢侈一把怎么了？再说她也没有让我现在就买给她，不是还给了我1年的时间吗？我被自己说服了，买包的钱不能跟家里要，只能借着打工赚钱了。好在有前1年的经验，这次相对要轻松不少，避开了不少吃力又不赚钱的工作。临近毕业时，我终于攒够了钱，买了个3W 多块的包。拍完毕业照后，我连典礼都没顾上参加，坐车赶往冯丽所在的城市。身穿学士服的冯丽从礼台上走下来，4年的大学生活，冯丽的外貌变化很大，身材更加高挑，五官也精致了许多，尤其是眼神中充满了自信，再也不是当初那个青涩稚气的高中女生了。陈楠，谢谢你。接过我手里的鲜花和毕业礼物，冯丽甜甜的一笑。那一瞬间我有些恍惚，想起了她说过的一句话：陈楠，等我毕业后，你娶我吧。行长天下全，醉卧美人膝。前者对我来说不现实，可后者触手可及。如果能实现，又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呢？我呆呆地看着冯丽，差一点就要说出共白头的话。你先去那边了。冯丽没有给我表达感情的机会，匆匆离开。我有些失落地望着她的背影，有种辛苦了1年却没得到回报的感觉。再见到冯丽，已经是第2天中午了。冯丽说，昨晚和同学吃散伙饭，之后又去唱歌，很晚才回来，就没有联系我。我也没有过多纠缠这件事。毕业了以后，和同学们见面的机会就少了，吃顿饭娱乐一下也是正常社交。回家的火车上，我问冯丽还记不记得当年说过的话，结果她回忆了许久，也没想起自己说过什么。你说大学毕业就嫁给我，这话还算数吗？见冯丽的表情比考试遇到不会的题还难，我半开玩笑地说道：正所谓付出的越多就越珍惜。4年的时间，我的心里装的全是她。我从来没有怀疑过冯丽会和我在一起，不过不是现在。我们都刚毕业，没有工作，没有事业，生活是需要物质基础支撑的，不是带着身份证、户口本去领个证就行了。而且我也有自己的计划，本来我打算毕业后直接考编或者找个工作，但和家里沟通过后，我觉得应该考研。学历的升高还在其次，但知识的充实能让我将来不管从事什么行业都更有自信和底气。娶冯丽的基础就是我能给她一个踏实的家，这也是我目前的努力方向和动力。冯丽沉默了，低着头不说话，难道是被我吓到了？我忽然惶恐起来。陈楠，我想考研。沉默了半晌后，冯丽抬起头看着我说道：考研，考研是好事啊。惊讶之余，我也为冯丽感到高兴，她终于长大了，懂得规划自己的人生了，再也不是当年那个因为没钱就放弃上大学想去打工的冯丽了。可是我读不起。冯丽的声音一下子变低了，同样变低的还有她的情绪。刚觉得冯丽已经改变了，她此刻的模样仿佛又回到了4年前在火锅店的时候。那你想考什么专业呢？
国家对某些专业是有扶持政策的，生活费的问题你不用担心。我想也不想地说道，因为我也想考研，最近查阅了不少的资料，很了解一些相关政策，有不少专业其实并不怎么费钱，国家会给予补贴，最大的开销就是生活费了。能供养冯立大学4年，我照样能再供他2年研究生。他有追逐梦想的权利，我就有支持他的责任。我想考某某大学的金融专业。冯立感激地看着我，说出了他的目标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金融专业投入高是众所周知的，而冯立选择的那所大学，学费更是不菲，1年要9万多10万左右，根本不是现在的我能负担得起的。你就没想过换其他专业？其实不一定非要学金融吧，这个专业对将来就业的限制也很大。我试图劝冯立改变主意，毕竟这个专业即使学有所成，但想要出头也不容易，要么大放异彩，要么泯然众矣，没有第3个选择。陈楠，你知道吗？我穷怕了，就算我现在去找个工作，每天朝9晚5上班，我的生活也不会和以前有太多变化，顶多我不用为了生活再去江边捡瓶子了。我想改变这一切，我需要一个能看到希望的机会，金融专业能给我这个一步登天的机会。陈楠，你帮帮我好吗？我不想将来还要复刻以前的人生，平平淡淡过一辈子。你已经帮了我4年，再帮我2年吧，求你了。我也希望自己能堂堂正正地嫁给你，而不是永远依附你。冯立抓着我的手，两眼通红地说道。我相信这是他的真心话。以前我不懂，但大学这4年，我切切实实体会到了钱的作用。熬夜站10个小时分拣快递能挣120，在街头顶着烈日发传单能挣50，套上玩偶服办吉祥物能挣80，去新装修的房子清理垃圾能挣200。每当做这些兼职的时候，我都忍不住会想，如果我有钱，是不是就不用这么辛苦了？冯立想要摆脱贫穷的念头是深入骨髓的，这一点我能理解。大学4年虽然有我支持他，可我的能力也仅限于让他吃饱穿暖，他没有改变命运的门路和机遇，所以他只能朝着一个方向努力。正如我当初不顾一切也要把落水的他救回来一样，我应该支持他，给我点时间，我想想办法。我实在不忍心看着冯立那么难受，狠下心来答应了他。可是该怎么帮助他呢？我决定放弃考研。要是我去读研的话，尽管可以继续像大学时期那样做兼职，可绝对赚不到给冯立读研的费用。放弃考研，家里一定会让我考编或者托关系给我找工作，这样来钱太慢了。等我拿到第1个月的工资，都不知道得等到猴年马月去了。我家倒是能出得起冯立读研的钱，可爸妈会答应吗？肯定不会。以妈妈的性格，如果让她知道我为了一个女孩放弃考研，甚至还要让家里出钱，她没准都会跟我断绝母子关系。创业，首先我可以用创业的理由名正言顺地让家里出钱支持我，其次也有机会赚更多的钱。我觉得自己真的是太聪明了，却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有多自私。为了冯立，我辜负了爸妈多年的培养，我放弃了自己的梦想和前途，甚至还挖空心思骗家里的钱。得知我放弃考研的决定后，爸妈都很生气，为此我们之间还发生了几次争吵。最后爸妈见我心意已决，只能退步让我去考编，我还是拒绝了。那段时间家里几乎成了冷战现场，
妈妈都怀疑我是不是受了什么刺激，要带我去看心理医生。从小到大我一直很听话，怎么长大成人反而叛逆起来？僵持了差不多半个月，爸妈最终还是妥协了，答应支持我去创业，但是有一个条件，50W 的启动资金他们可以借给我，但期限只有2年。2年后我必须要一次性连本带利还清，如果还不起，就要接受他们的安排。我同意了，只要给钱，条件再苛刻，我也不会犹豫。拿到钱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先给冯丽转去了20W，这是她读研的费用。至于生活费，我再想办法，每个月省一省，挤一挤，总能凑出来的。冯丽很高兴，第一次亲了我，还说读完研就跟我结婚。我觉得做什么都值了。家里给的钱只剩下30W了，创业的事不能停。虽然我也可以白嫖了这笔钱，什么都不做，等2年后接受家里的安排，反正也足够我和冯丽的生活开销了。可到时候我拿什么娶冯丽？一穷二白的我吗？我从来没有忘记过自己的初心，娶冯丽要先给她创造好的生活保障。创业方向我一早就想好了，大学主攻专业是计算机，所以我选择开一家互联网科技公司。之前计算投入资金的时候，我是按照高标准做预算，如今给了冯丽20W，就只能降低标准来满足开业要求了。写字楼租金太贵，公司地址选择半商半民的公寓楼，光是租金这一项就省下了差不多10W。办公用品和设备能组装就不用品牌。至于公司员工，我也不拘一格降人才，不问学历，不看出处，有能力就行。公司开业那天正好是冯丽去新学校报到的日子，我祝她学业有成，她祝我财源广进。3个员工再加上我这个老板，公司就算正式成立了。严格的说，公司只能算工作室，体量没法和那些头部大厂比，业务也比不上那些正规的互联网科技公司，只能接一些外包的小活，帮写代码、设计网页，给其他公司安装局域网等等。更多的时候，我们干的都是拉网线、组装电脑、测试路由器这类的工程活，不过收入还算可观。第1个月的净利润就有1W 多，至少没赔本。我很开心的给冯丽打去5000，让她照顾好自己。为了拓展公司业务，创业初期我就像个不知疲倦的机器人，白天跑业务，晚上站酒局，1个月发出去几十盒名片，只为能拉来一个客户，喝酒喝到胃出血，也只为能谈妥一笔生意。成年人的世界没有容易2字，我以前觉得和我现在体会到的完全是2回事。就拿我的公司来说，和我专业对口，我以为做起来轻车熟路，可事实上我的专业知识几乎派不上任何用途，能为公司带来利益的更多的是人情世故，努力没有白费。半年后，公司的业绩进入了持续增长阶段，我开始扩招员工，增加公司业务范围，有专门的业务员去跑业务，我不用再为了一笔几千块钱的生意半夜蹲在路边吐了。1年后，我成功还清了爸妈借给我的50W，他们也终于认可了我的事业，不再觉得我只是胡闹了。冯丽也终于可以以我女朋友的身份堂堂正正出现在我家人面前，赚的钱多了，出手自然也就大方了不少。面对冯丽频繁要钱的电话，我也不再纠结，只要她要，只要我有。已经有投资人开始和我接触，透露出想要帮我把公司提高规模的意愿。我觉得自己这些年的付出没有白费，
事业有前景，爱情一帆风顺，幸福的未来似乎已经在向我招手了。冯丽毕业了，顺利地拿到了硕士学位。结果如同我当初预想的那样，她并没有因为这个专业而一飞冲天。她用2年的时间，20W 的学费以及更多的花销，只换来了一纸学位证书。那段时间，冯丽很失落，年薪100万，高级金领，她所憧憬的都没有出现。读研没能让她改变命运，反倒像是回到了大学刚毕业的时候，成为了等待命运改变的人。她也尝试着去找过几次工作，银监会、证监会、信托公司、基金管理，甚至连银行都去过，可没有哪家单位愿意录用她。对方给出的答复是综合条件不满足。什么叫综合条件？要么有超然的实力，要么有深厚的背景，只要满足一样就行。可冯丽都没有。我甚至恳请过爸妈帮她走走门路，为了未来的儿媳，他们也确实努力了。可惜托了不少关系，请了不少客之后，一个在证券界很有能力的大佬道出了真相。以我爸妈的能力，想把冯丽送进这些单位不难，可也仅仅是送进去，而冯丽的能力也只够一般的小职员标准，没准等不到退休就还会被裁员。唯一一家愿意接收冯丽的单位还是家私企，要的不是投资经理，也不是金融顾问，就是财务部门的会计，勉强能和金融沾点边，有五险没一金，薪水6000，职业生涯得看这家公司能存在多久。为了安慰冯丽，我带她去旅游了几天，花了小20W给她买了块手表，她脸上才有了笑模样。冯丽，要不算了吧，以后我养你。我这公司每年保底能赚50W，以后会越来越多。咱们结婚，你就当全职太太怎么样？你要是实在闲不住，就来我公司当个副总，或者趁现在还年轻，考个编什么的。我趁机帮冯丽谋划了出路，其实最主要的目的是想结婚了。一晃我们已经相恋6年了，这场爱情马拉松跑得够远了，该到修成正果的时候了。我可不想当全职太太，我是有追求有理想的人，考编就算了，我不想过那种一辈子看到头的生活。至于去你公司，给我开多少钱工资啊？100W 我就去。听了我的提议后，冯丽一边摆弄着腕上的手表，一边说道：她还是没能放下年薪100万的执念。我心里忽然有点不痛快，怀疑冯丽这些年是不是一直都活在幻想中，根本认不清自我。不过结婚倒是没问题，你可得做好准备工作哦。见我不吭声了，冯丽又说道：准备什么？一句话打消了我心里所有的阴霾。我连忙问道：彩礼66，6W，寓意顺顺利利。首饰吗？黄金不能低于300克，钻戒不能低于1克拉，房子必须是300平以上的大平层，车子不能低于50W，这2样必须写我一个人的名字。见我心情不错，冯丽顺势提出了她的结婚条件。我大致算了一下，要想满足冯丽的条件，至少得500W。我的条件就在那摆着，这笔钱可不是个小数目，光凭我自己，短期内肯定办不到。陈楠，怎么一提结婚你就沉默了？该不会是嫌弃我了吧？彩礼结婚后都在咱们手里，房子咱们一起住，车子一起开，真正我自己用的只有那些首饰。你好歹也是个开公司的人了，连这点钱都舍不得出。冯丽见我低着头算账，忽然就有些不开心了，撇过脸，没好气地说道：谁说舍不得了？我只是在想什么时候才能准备好而已。我连忙解释，
这6年来，我对冯丽有求必应，早已经成了习惯。我见不得她受委屈，我更害怕她生气。与其说我是爱她，更不如说我是害怕失去她。这还差不多。我等你消息哦，不过你得快一点，没准哪天我就爱上别人了。冯丽又笑了，笑着威胁我。现在我手里的积蓄，再加上公司账户上的钱，勉强能凑够彩礼和首饰钱。至于房子和车子，只能求助家里了。爸妈都不是铺张浪费的人，平时也做一些理财。据我所知，这些年老两口还是有些底子的，只要说服他们，房子和车子就没问题了。回到家后，我跟爸妈提出了想结婚的事。爸妈见过冯丽几次，也知道她就是我当年救过的那个落水女孩。对于我们的恋情，爸妈都是不支持也不反对，只因为几次接触下来，妈妈觉得冯丽心气太高，性格有些浮躁，而且眼高于顶，并不适合跟我在一起生活。可我只觉得妈妈的观点就是典型的婆媳抵触心理，有个人的主观情绪在内。而且爸妈为了冯丽工作的事也跑前跑后忙活，虽然事情没办成，但起码表示他们接受这个准儿媳。听说你那公司效益不错呀，自己就一点钱也没攒下来。妈妈听我说想让他们帮忙买房买车后，第一反应是我这2年赚的钱去哪了？公司不是要发展吗？全都投进去了。你儿子结婚你也不表示一下？我挽着妈妈的胳膊撒娇，能不表示吗？你都开口了，我还好意思当铁公鸡？先去看房吧，看好了定下来，我去给你买单。妈妈假装生气地敲着我的脑门说道。房子车子的事情也搞定了，我松了一口气。不过这件事我没有急着告诉冯丽，我想给她一个耳惊喜。车子好买，那个价位的车就那么几个品牌，临时去 4S 店看车也来得及。让我为难的是房子、地理环境、户型、物业、配套设施，很多问题都需要考虑进去。这几天我在公司干的最多的事就是在网上看房，我选中了几套，不过不确定冯丽会喜欢，就想着要不要找个机会从他嘴里套话。他喜欢客厅大的，就选客厅大的；他喜欢卧室多的，就选卧室多的。我正在整理这些房产信息，鼠标一滑，进入了一个本地聊天论坛。集美互助会这个名字倒是很直截了当啊！我本来不打算进去的，不过转念一想，女人可能更了解女人的心思，于是就抱着试试看的念头浏览起来。前几篇帖子都是猫生病了怎么办，狗生病了怎么办，看得我倍感无聊。往下一拉，又看到了一篇求助帖，怎么把彩礼变成自己的个人财产。我皱了皱眉头，点开帖子看了起来，浏览量不少，但是没有人评论。看来这届的网民很有素质，没有骂人。本来以为发帖人有骗彩礼的嫌疑，可当我看完整篇帖子后，才发现自己有些低估发帖人的良心了。我正在考编，笔试面试都合格，估计能进某某单位。男友父母都是企业单位管理，年收入50W 左右。男友自己经营一家公司，年收入50W 左右。男友全家年入100万。最近他向我提出结婚，我开出包括彩礼、房产等500W 左右的要求，他也同意了。我觉得他配不上我，又舍不得这500W，该怎么办？要不先把这500W 拿到手，然后再甩了他怎么样？现在困扰我的问题是怎么把这500W 变成自己的，不会因分手而退回。在线自助，急等，简短的几句话，把发帖人的贪婪体现得淋漓尽致。看不上人家，
还想要人家的钱，这世上怎么会有这么贱的人？干脆去抢好了，那样更直接。我骂骂咧咧留下一段评论，想了想后又删除掉了。正打算退出，无意间瞄到了发帖人的 IP， 竟然和我在同一座城市。我心里生出一股异样的感觉，说不清是什么，就是觉得憋得慌。再看发帖人的昵称波斯菊，冯丽的网名就叫波斯菊。他说波斯菊不管在什么土地什么环境中都能生存，然后绽放。他喜欢这个名字，再联想到帖子里透露出来大的各种细节，好像都和我吻合。难道真的是他？我的手抖了起来。很多人觉得顺着网线抓人是警察才能办到的事，事实上，对我这种计算机专业出身，尤其自己经营网络科技的人来说，只要有 IP， 分分钟就能查到对方的准确地址。我打开某软件，复制粘贴后，输入了一串代码，按下了回车键，白色的页面上只出现了一个黑色的字符，那是地址。我全身的血液一下子涌上头顶，紧跟着心脏也停止了跳动，整个人如坠冰窟。那不是我给冯丽租的房子地址吗？竟然真的是他！他是不是不想考编吗？什么时候通过了面试和笔试？他不是口口声声说爱我吗？为什么又要拿我当跳板？我全心全意为他付出了6年，他就是这么回报我的。我像个疯子一样在办公室里不停地走来走去，直到把自己绕晕了一头，摔倒在地上。剧烈的疼痛让我清醒过来，随之而来的就是愤怒。我发现自己被骗了，像个傻瓜一样被骗了整整6年，还不计回报地付出着。愤怒之余，我还仅存一丝侥幸。假如冯丽是无聊发着玩的呢？我岂不是误会她了？假如冯丽把电脑借给别人用，那她岂不是被冤枉了？冷静了片刻后，我决定求证一下这篇帖子的真伪。我注册了一个 ID， 名字就叫集美守护者，并且把 IP 改在了其他城市。集美你好，看到你的帖子，我有个问题，你收到彩礼了吗？如果婚期在半年内，恐怕你的想法没办法实现。我用这个新 ID 评论了一句，接下来就是等待了。我的心里会很乱，有希望也有担心，很矛盾。这和结婚时间有关系吗？10分钟后，冯丽回复了，咱们用私信聊吧。我不希望接下来的话被别人看到。我想了想，向冯丽提出私信。很快，冯丽给我发来了私信请求。根据现行法律规定，钱财以彩礼或赠与的名义，半年后自动失去追回权利。如果对方在你收受彩礼后半年内起诉，按规定是需要退回的。我杜撰了一条规定发过去。我赌冯丽不明白这方面的法律规定，是不是我先收彩礼，将婚礼推迟到半年后，即使对方起诉也没办法追回了？冯丽又问道。是的，我紧盯着屏幕，双手食指都快把键盘敲碎了。是这样啊，谢谢你。我还有几个问题请教你。冯丽接下来又提出了关于怎么把房产和车子变成自己的问题，我也很热心地给她出了几个主意。好姐姐，谢谢你，你帮了我大忙了，改天我请你吃饭。冯丽得到了满意的答案，很快就下线了。随后我的手机响了，是冯丽打来的，她约我晚上一起吃饭。这么着急吗？结束通话后，我看着手机屏幕上力宝的备注，喃喃说道。当晚，我和冯丽在一家西餐厅见面，看着她熟练的点餐，我有点怅然。冯丽第一次吃西餐还是我请她的，连刀叉使用方法都是我教她的。我清楚地记得她对着牛排手足无措，
用叉子挑起摆盘的薄荷塞进嘴里，呛得直皱眉头的样子。如今他已经能够很轻松地点一些听上去很贵，实际上也很贵的东西吃了。先是无关痛痒地闲聊了几句，在冯丽的刻意引导下，我们聊到了婚姻的话题上。陈楠，上次你不是说想跟我结婚吗？什么时候结？冯丽切下一块香草羊排，细细咀嚼，咽下去后问我：半年内吧，我跟家里已经谈好了，按你的要求，做好准备工作，咱们就结婚。我放下手里的刀叉，看着他笑着说道。冯丽的眉头不经意皱了一下，似乎对这个答案并不满意。结婚的日子能不能晚一点？明年中秋好吗？冯丽没心情再吃了，看着我一本正经地说道：为什么？早一点不好吗？我故作惊讶地问道。我还没有准备好，需要一点时间，而且我最近有点忙。冯丽做出一个很为难的表情。你又没有工作，有什么好忙的？我继续装傻。我联系了几个同学，准备一起创业，就像你那样，最近都在忙这件事。现在启动资金还差一点，你能不能先把彩礼钱给我应急？冯丽突然握住了我的手，又摆出了那副我再熟悉不过的表情。每次他跟我要钱的时候，就是这个表情。呵呵，没准备好结婚，却准备好要彩礼了。我心里再也不存半点侥幸，知道自己6年的心血都喂了狗了。悲哀的同时还有点庆幸，我看到了那篇帖子，不然真的要被这个女人骗得团团转了。没问题，我支持你，回头跟我爸妈商量一下就行。我跟冯丽打起了包票，以往我都是言出必果，冯丽也没有怀疑。对了，房子你选好了吗？装修需要时间，还得散位。明天我有时间，咱们去看房吧。车子也是，这个季节优惠力度大，一起买了吧。还有首饰，现在金价正低，早买早赚。见我答应得如此痛快，冯丽直接要求我把首饰和房子、车子一起给他办妥了。看来他对集美守护者的话深信不疑，迫不及待要把这些东西先拿到手了。我怎么觉得你比我还急呢？刚才是不是故意考验我？要不咱们明天先去领证吧？我抬手捏了捏冯丽的脸，故意说道：没有，我就是觉得提前把这些琐事办好，以后就省心了，不是？冯丽怔了怔，尴尬地解释道：反正明年才结婚，时间多的是，也不用急于一时，一件一件来就行。我很无所谓地说道：能一起办了就一起办了，省得那么麻烦，最好先把这些事弄妥当了。冯丽有些着急了，一下子站了起来。你怎么了？我看着他，假装不解地问道。没有，我就是情难自控嘛，嘻嘻。冯丽意识到自己的失态，连忙从对面绕过来，坐到我旁边，靠在我肩膀上撒起娇来。接下来我表现得很谨慎，有意无意试探着冯丽为什么要这么着急让我买房买车买首饰给彩礼，而他却要把婚期推得那么迟。当然我是故意的，故意让他发现我已经起疑心了，不然他还怎么求助集美守护者？这顿饭吃得有点不欢而散的味道。出了餐厅，我就借口公司有事，让冯丽自己回去，然后在他的注视下拦了辆出租车，直接离开。回到办公室，我登录了论坛的账号，静等冯丽的消息。成败就在今天，如果冯丽今晚不联系我，那我明天就会向她提出分手。我是很爱她，但我不是恋爱脑，我不可能在一个不爱我的女人身上无底线付出。如果她联系我，那么我的计划就正式启动。6年的时间，冯丽上学读研的学费，从头到脚的穿戴，吃喝拉撒的嘛，
每一分钱都是我出的。他既然想当个捞女骗我，那我也没必要继续当凯子任由他骗，不报复一下过去那6年我投入的感情和金钱，谁来还我一个公道？计算着时间，冯丽应该已经回去了。果不其然，集美守护者的私信栏里很快就收到了消息：姐姐，我男朋友起疑心了，怎么办？是冯丽发来的。我没有立刻回复，不让他急一会，他怎么能意识到我点的重要性？怎么会死心塌地听我的？姐姐你在吗？姐姐看到信息，快回复我！姐姐。不到10分钟，冯丽发来了10几条催促的消息，看得出来，她确实很着急。她怎么会起疑心？是不是你说漏嘴了？火候差不多了，我慢吞吞问了一句。我没说漏嘴，可能是有点着急了，让他先把房产和车子的事情办好。冯丽回复道：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你不懂吗？这种事哪能一次性说出来，不得一点一点来。真服了你了，算了，你这个智商估计是没戏了，咱们还是别聊了。我故作生气地训斥了冯丽一句，然后提出不想帮他了。我就想试探一下他会是什么反应。如果他赌气不跟我聊了，那我大可以重新注册一个 ID 继续给他指点迷津。别呀，姐姐，求你帮帮我吧，除了你我不知道该找谁了。只要这件事能顺利完成，我给你10W 好处费。冯丽一下子就急了，甚至给我开出了好处费的报酬。虽然隔着电脑，但我也能猜到他此刻的模样，估计就像当年落水一样，想活却没有生机。他已经把我当成了救命的稻草。打住，钱的事不用再提了，我可不是为了好处才帮你的。这样吧，你先跟我说说你男友的情况，我分析一下他的性格，才能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。我义正辞严地拒绝了他要给我好处的承诺，转而把他拉进我的话题陷阱里。我现在特别想知道一件事，冯丽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心的？她口口声声说爱我，如今却想要算计我，究竟是临时起意，还是长期酝酿的阴谋？她这个人吧，比较傻，没什么主见，只要我提要求，她都会满足。冯丽开始巴拉巴拉描述我的性格，她说的都是实情，不过仅限于对她。打住，我不是听你分析，我要听实际情况。以你的智商，我很难不怀疑你的分析是否准确。我实在看不下去了，发过去一句话叫停了冯丽的描述，顺带着又训了她一句。和冯丽在一起这6年，我是一句重话也没有说过她，始终保持着绅士的形象。可有些人就是这么贱，哪怕被骂也要贱兮兮地凑上来。对不起，是我着急了，是这样。冯丽很是卑微，向我诚恳认错，然后絮絮叨叨讲述起一些我们日常的点点滴滴。妹子，你上学时语文课是不是打盹了？明白什么叫重点吗？你这样东一句西一句的，我连头绪都没有。还是你故意炫耀他有多爱你？看到冯丽发来那些我平时对他的好，心里的火更旺了。那我应该怎么说？冯丽发来一个可怜兮兮的表情，小心翼翼地问道：这样吧，先说说你们是怎么认识的。我开始引导话题节奏。我上高2那年失足落水，是他救了我。一开始只是偶尔联系一下，后来高3毕业我没钱读大学，也是他给我出的学费。我当时傻乎乎的一冲动，就说等上完大学嫁给他，没想到那个傻子还当真了。不过他对我还算不错，大学4年的学费和生活费都是他掏的。后来我读研的2年也是他供的我也算没白给他当了6年女朋友。在我的引导下，冯丽从当初我救他开始，事无巨细地说出了我们相识相恋的经过。当然，
其中夹杂了不少他个人的想法，比如他说要嫁给我只是一时冲动，比如这6年我在他身上的付出，让他觉得自己还不算吃亏，比如在他眼中，我其实一直都是个傻子，我牙都快咬碎了。原来在冯丽心里，我只不过是一个能用得上的人，而不是一个可以爱的人。他对我的所有感情都建立在利用的基础上。我忽然后悔了，后悔当初为什么要不顾危险去救他。假如那天他被淹死在江里，不会有任何人指责我，我也不用辛辛苦苦这么多年当一个傻子，我的生活也会是另一番景象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不会像现在这么伤心。姐姐，你是下线了吗？怎么不说话？沉默了半小时后，冯丽始终不见我回复她，忍不住问道：没有，我只是在思考。我稳定心神，发了句话过去：如果你说的都是真的，他救了你一命，那你应该感恩才对。就算不喜欢他，也可以明确告诉他，为什么还要惦记着拿他的钱呢？随后我又问道，而且是带着情绪问的：姐姐，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人有点忘恩负义呀？冯丽沉默了一会后问道：说实话，我的确有这种感觉，人家救了你的命，还供你读书，你不报答也就算了，还处处算计他，我觉得你这个人很可怕。我有些犹豫，究竟应不应该帮你了。我如实说出了心里的想法。的确，当初救冯丽的时候，我并没有想过要他报答我，连决定供他读大学的时候，也是出于少年的热血，不忍心看他毁了自己的前途。就算冯丽什么都不做，我也绝不会埋怨他，因为一切都是我心甘情愿的，与情爱无关。可他为什么要说出那样的话？为什么要让我爱上他？哪怕他不爱我，也可以直截了当说出来。为什么要在得到了我的感情之后，还要算计我？用忘恩负义来形容冯丽，简直就是夸奖。要我来说，他就是蛇蝎心肠，妥妥的一只白眼狼。姐姐，你别不帮我呀，我也有自己的苦衷。是他救了我没错，可又不是我求着他救我的。再说，当初高中毕业的时候，我本来已经决定要去打工了，是他死皮赖脸劝我去上学的，还说愿意承担所有费用，一切都是他自愿的。我一没逼他，二没求他，感激他是情分，不感激他也是本分。我没觉得自己哪里错了。再说，我上大学的时候，他1个月才给我1500的生活费，我有的同学1个月家里给3、4千呢，在人家面前我就是个穷鬼。如果不是他非逼着我上大学，我也不会被那些有钱人家的孩子嘲笑。姐姐，我穷怕了，我这辈子只想过有钱人的生活，我不在乎用什么样的方法，宁可我负天下人，不叫天下人负我。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，有什么错？冯丽的情绪逐渐激动起来，开始不停地给我发消息，讲述他内心的真实想法。估计他也知道自己的心思是不为人知的，一直都憋在心里，不敢让别人知道。如今遇到了我这个隔着电脑的陌生人，他潜意识把我当成一个对他没有威胁的听众，开始毫无保留倾诉他阴暗的内心。我不相信他落水的时候不害怕，有几个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能保持镇定？他倒是想求我救他，可他有说话的机会吗？在他口中竟然成了我犯贱主动去救他的，合着我把自己多年的压岁钱贡献出来供他读书，每个月省出1半的生活费给他吃饭，也成了死皮赖脸。他就不想想，他当初要是坚持去打工不上大学，我难道还会拿把刀逼着他去吗？我节衣缩食，大学是我从小到大
过得最艰苦的4年，他没有记住我的好，竟然还埋怨我给他的生活费太少，觉得是我让他变成了穷鬼。他难道忘了自己本身就是个穷鬼，穷到都去捡废品了？我供他上大学是为了让他被人嘲笑吗？是为了让他以后不被人嘲笑，还不在乎用什么样的方法，只为过上有钱人的日子。真是振振有词，振聋发聩啊！我算是看出来了，冯丽就是个彻头彻尾心理失衡的人，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本身就有问题。他说没有求过我，那他怎么不提想要毕业礼物的事？怎么不提让我帮他读研的事？直到和我对话的这一刻，他吃的穿的用的住的还不都是我在花钱，分明就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立场，而选择性的忘记某些事，这和又当又立有什么区别？那一刻我真的有种顺着网线把冯丽救出来，然后暴打他一顿的冲动。他是我的初恋，这些年我一门心思扑在他身上。大学时期不是没有女生喜欢过我，可为了照顾冯丽的感受，我连话都不跟那些女生说。爱之深恨之切，当初我有多爱冯丽，现在我就有多恨她。亏我还觉得冯丽是上天对我的恩赐，现在看来分明就是惩罚。如果时间能够重来，那我宁愿站在江边看着她沉下去，然后暗自叫一声好。换做其他人，我还会毫不犹豫地跳下去救人。可是他，哼哼，我还嫌会脏了衣服呢。看你说了这么多，我大概理解你对生活的态度了。我很好奇，他对你这么好，那你有没有喜欢过他呢？某一瞬间也算平复了一会情绪后，我又问道：有过吧？大学毕业后，我选择读研，于是他放弃了考研的机会，开始创业，给我筹措学费。那时候我就在想，其实这个男人也挺不错的，嫁给他，起码他会对我好。冯丽不是很肯定地回复我：呵呵，这哪是喜欢，分明是感动了一下，然后基于对自己有利的考虑，做出了判断而已。那你又是什么时候改变了主意呢？我继续问道。开始读研后，我读的是金融专业，同学都是非富即贵的那种。以前我以为那些一个月能拿3、4千生活费的同学就是有钱人了。读研后我才发现自己的见识低了。我的同学有开着几百万跑车的，有家里资产几十几百亿的，他们的一块表可能都是普通人倾尽一生也买不起的。他们吃一顿饭、去一次夜店的钱，都是我不敢想象的数字。他们穿的衣服，他们度假去的地方，他们有的我都没有。反观我的男朋友，我想要一个包包，他需要攒1年的钱才能买得起。读完研后，我的同学都被家里安排好了，有的接手家族企业，有的直接就年薪100万。他家给我连份像样的工作都找不到，凭什么？人与人的差距太大了，我为什么不去找个更好的？冯丽有理有据地说着自己的理由，我无言以对。没想到读了2年的研究生，让冯丽的心理不平衡到了这个程度。可他就不想想，他的同学家有钱，是因为人家的父辈努力换来的，他凭什么和人家比？再说他没找到年薪100万的工作，为什么要埋怨我？我爸妈的能力就那么大，肯帮忙还是看在我的面子上，我家又不欠他的。那你是什么时候决定要算计他的？原谅我的用词，我只想表达得更直观一些。想了想，我又问道：就是因为找工作失败那件事以后，我发现以凭男友的条件，无法让我过上想要的生活。虽然他的公司现在盈利，可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能赚到我想要的钱。我觉得应该趁着自己年轻，寻找一条更好的出路，嫁入豪门，
当然是最好。可万一失败了呢？万一人家把我当成拜金女了呢？我现在什么都没有，趁这个机会给自己弄一笔钱没什么不对吧？再说我也没有多要，500W 对他家来说还是拿得出来的。大概是说痛快了，冯丽毫无保留地说出了他的想法。卑鄙的人总会为自己的卑鄙找到借口，冯丽就是这样，他想不劳而获，还说得如此冠冕堂皇。他甚至都不觉得自己有错，或者说他觉得自己的肮脏也是实力的一部分。你男朋友的性格比较重情义、善良，对待感情专一，这都是你可以利用的点。但是这种人不能把他逼急了，否则适得其反。了解完冯丽的真实想法后，我装模作样给他出了几个主意，大概意思就是冯丽可以继续他把我当跳板的计划，但不能把我逼急了。毫无逻辑的一番胡扯让冯丽如获至宝，对我又是一通感激。不用谢，都是女人，我能理解你的想法，但有件事我想提醒你，你有没有考虑过万一失败了你怎么办？趁着冯丽高兴，我又给她泼了盆冷水。会失败吗？他那么爱我。冯丽一下子急了，他可以无视良心的谴责，也可以抛弃做人的底线，但他接受不了失败。他全部的野心和贪念都压在我身上。万事皆有可能，这个世界没有谁离开谁是活不了的。假如有一天他知道了你内心的想法，你觉得他会怎么做？不要觉得自己小心一点就可以了，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事，你要提早做好打算。我装作关心地说道。那我该怎么办？我不能失败。冯丽直接就慌了，就这种心理素质还想学人做坏事？我忍不住鄙视他1分钟，准备一条后路，现在就开始行动起来。你不是想嫁入豪门吗？现在就可以开始了。方便的话，给我发张你的照片，我根据你的身高、体重和长相，帮你匹配一下适合的类型。记住，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。我开始给冯丽出谋划策了。很快，冯丽发来了一张照片。无语的是，她穿着我给她买的衣服，拎着我给她买的包，手腕上还戴着我给她买的表。而且照片是经过美颜的。公平地说，冯丽的长相能打7分，如果加上身材的话，就只能打6分了。她并没有长在男性的审美点上，而我倾心于她，也因为我并不是一个颜控。如果冯丽想凭自己的长相飞上枝头变凤凰，大概率是没什么希望的。遇到我，其实是她的运气。很不错，能给你打9.5分。你缺少一些妖艳和妩媚，这个需要你自己去练习。你可以多去夜店，观察一下那里的女人，她们最不缺的就是这2点。另外，有钱人都是比较自负和傲气的，你不用在他们面前矜持，要学会主动出击。只有搭上线说上话，才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。否则你永远都只能停留在幻想中。要相信自己，你有高学历，也不缺野心，有对付男人的智商，广撒网，多捕鱼。从现在开始，每隔10分钟默念30遍我是最美的，全世界的男人都爱我。这个法子会给你带来心理暗示，让你更有自信。我很认真地说了一大堆废话。冯丽因为贪念而延伸出了野心，我要做的就是让她的野心继续膨胀。当一个人的野心与实力成反比的时候，就是毁灭的开始。当年我不顾一切跳进江里，把她带回了人间，如今我就要亲手送她下地狱。几天后，冯丽约我见面，询问彩礼的事情。我推说公司账面上有些紧张，先缓一缓，下个月就能抽出现金来。
只要钱一到账，立刻转给他。冯丽显然听进去了集美守护者的话，没有过多催促我，只是让我尽量快一点。我注意到她开始化上了浓妆，身上穿的衣服也开始露肉了，而且都是不该露的地方。我陪她去看了房子，按照她的要求选了一套最大的，但我没有交定金，只是说我爸妈有做房地产的朋友，让他们找找关系，走个内部价，1平米省下1000，一套房就能省下几十万，到时候可以用省下来的钱给他买一些奢侈品。我学会说花言巧语了，也学会画大饼了，偏偏效果还很好。冯丽笑得嘴都合不拢，几次搂着我的脖子要亲我。以前我求之不得，现在我只觉得恶心。我借口要设置情侣头像，给冯丽的手机装了一个隐藏的定位软件，这样我就能随时掌握她的行踪。之后的日子，冯丽只是偶尔联系我，也都是询问钱和房子的事。她很忙，忙到见面的时间都没有。她说在忙创业的事，可我知道她在哪里。白天她在某某单位，应该是考编，通过面试被录用了。酒吧、夜店，她每天晚上都会在这些寻欢作乐的场所待到很晚，通常都是半夜才回家。差不多半个月后，冯丽连家也不回了，睡觉的地方都是这个酒店那个酒店，去那里干什么？不言而喻。我很奇怪，自己竟然没有伤心的感觉。看来我已经彻底放下对他的感情了，因为他迈出了勇敢的一步。只要他继续往前走，等待他的就是无底深渊。1个月、2个月、3个月，每当冯丽想找我要钱的时候，我都会用各种理由推脱。时间一长，他也意识到不对了。陈楠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这都过去多久了，你怎么还没拿到钱？还有，你爸妈到底找没找到关系？什么时候才能把房子买下来？冯丽打来电话，有些气急败坏地问道：见面谈吧。我提出了见面的要求，冯丽拒绝了。她昨天刚去了一家妇科医院，那里是专门做某种手术的。以她现在的状态，怎么敢跟我见面？恢复了几天后，冯丽又开始频繁地出入各种夜店和酒店。我知道自己该登场了，该给这段感情做个了断了。我以非法交易的罪名报警，跟着警察来到了那家酒店的客房门前。服务员刷开门后，一男一女正在床上翻滚，2人被抓了个现行。你怎么来了？冯丽用浴巾裹着自己，蜷缩在床头，惊恐地看着我。当然是来找你的，冯丽，你就是这么对我的。这张卡里有100W，是彩礼钱和首饰钱。这张卡里有400W，是买房买车的钱。我今天刚拿到手，本来想带你去办手续的，可你竟然用这种方式回报我。冯丽，我看错你了，咱们分手吧。我掏出2张银行卡，在冯丽眼前晃了晃，故作气愤地说道。冯丽一下傻了，痴痴地盯着我手里的卡。听到我说分手后，她突然回过神来，从床上跳下来，抱住我的腿。陈楠，你别误会，我是受害者。最近压力有点大，去酒吧喝酒，结果被人灌醉了。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会在这里，我是被人陷害的。冯丽也顾不上遮羞的浴巾已经落在了地上，用拙劣的借口解释她的行为。被陷害的，警察同志，我要举报这个男人用手段强迫妇女。我冲着警察喊道。那个挺着啤酒肚的秃顶老男人一下子就急了。没有，他胡说。这个女人在夜店很有名，只要男人勾勾手指，她就跟着走，而且事后也不收钱，没有金钱交易。你情我愿的事不能算违法。
老男人着急忙慌地解释：“你胡说，他年纪轻轻，怎么会看上你？”我装作要动手打人，被警察拦住。真的，我没骗你。这个女人每天都在夜店混，只要自称是有钱人，就能带她开房。我也是朋友介绍才知道她有这个癖好的。我有很多朋友都跟她玩过。前不久，她还给人打过胎呢，都不知道是谁的种。做手术的钱还是10几个人平摊的。不信你们现在就可以用我的电话求证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老男人指着床头的手机说道：“他说的是真的吗？”我回过头看向冯丽，冯丽瘫坐在地上，面色苍白，已经说不出话来了。警察同志，她是我女朋友，我可以跟她单独说几句话吗？我向警察申请。可以，但不要有任何过激的行为。几名警察同情地看着我，答应了我的请求。冯丽，你还是我认识的冯丽吗？还是说你是一只披着人皮的狼？等警察出去后，我站在冯丽面前，居高临下看着她，用调侃的语气问道：“陈楠，我知道错了，你给我一次机会。最近我压力有点大，求你了，你从来不会拒绝我的，这次也是一样吧？你不要这样说话，我害怕。”冯丽抬起头，可怜兮兮地看着我：“某某单位未必会给你机会吧？出了这种事，还在试用期的你，怕是不能再待下去了。好可怜啊，好不容易考上的编制，就这么做没了，这可怎么办呀？”我咂巴嘴，阴阳怪气起来：“陈楠，求你爸妈走走关系，把这件事瞒住好不好？以后我给你们当牛做马。”经我一提醒，冯丽这才想起了她的工作，又给我跪了下来：“别，我可用不起，尤其是你这种白眼狼，万一哪天又想着算计我怎么办？”我摆摆手说道：“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被我戳中了心事，冯丽有些尴尬地问道：“年纪轻轻，记性就这么差吗？你不是一直都在算计我吗？先拿到500W，再甩了我，找个有钱人嫁入豪门。不过你的眼光真是够差的，智商也堪忧。瞅你找的男人，贩水果的，开大车的，摆摊卖烧烤的，哪个像富豪？一句我有钱，你就跟人开房，见不见啊？以后不要再做这种与实力不符的事情了。有空多照照镜子，富豪们都是吃过见过的。你这种德行，他们怎么可能看得上？跟你玩一夜情的念头都不会有。你现在已经成了远近闻名的老头乐了，有空上网，关于你的帖子可是不少。我冷笑了几声，细数冯丽这段时间做的荒唐事。你到底是谁？冯丽的表情从震惊变成了惊恐，声音都开始颤抖起来。集美守护者呀，还有没有印象？我弯下腰，在冯丽耳边轻声说道：“你害我。”冯丽一翻白眼，差点没昏过去。错，害你的不是我，是你歪掉的人性。上个月我去外地谈一笔生意，正好遇到你同学，跟我讲了不少你大学期间的趣事，同时交往6个男朋友，每人每月给你钱，还被一个小痞子录了像。毕业那天晚上，你就是去解决这件事了吧？听说场面可不小啊！现在网上还挂着你的视频呢，10块钱就能看。冯丽，你以为自己熬出头了，能摆脱贫穷了？我告诉你，你的苦难才刚刚开始，用不了多久，你就会成为人人口中被唾弃的存在。那种感觉比你当年掉进江里还要生不如死。对了，还有件事要告诉你，我的公司已经完成了新一轮的融资，估值已经破亿，明年的这个时候会进行第2轮的融资，到时候我就是名副其实的亿万富翁了。再然后就是上市，我的身价至少会翻几10倍。
当年我救了你，我得到了好报，你黑着良心算计我，等来了恶报，以后还是学做人吧。白眼狼终归是畜生，我一层层揭开了冯丽的伤疤，也没忘了再撒一把盐。冯丽如遭雷劈，愣在当场。她想要的人生本来唾手可得，却被他亲手毁了。她的余生都会活在悔恨之中，这才是对他最好的惩罚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